Hello，大家好，我是苗教主。今天我们讲一个离奇的失踪案。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警方在一个车库里发现了一个行李箱，箱子大约50公斤，没有血迹，没有异味，十分干净。表面包着锡纸，再用胶带层层密封。打开后，满满的活性炭和柠檬酸撒了一地。在它们的下面是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的是一个蜷起来的女孩。女孩身高165厘米，金色长发，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令人惊讶的是，女孩看起来很新鲜，就像刚刚死去一样。可是这具尸体已经在箱子里整整1年了。更加巧合的是，这一天还是她的生日。失踪的女孩叫格雷塔·维特勒，生活在莫斯科，是一名网络主播。她在自己的频道里推销心理咨询课程，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她的营业额并不理想，为了维持生活，她在私下里是一名伴游，提供高端的性服务。2021年3月份，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商人联系了格雷塔，他们约好去印度尼西亚旅行。商人在雅加达的一家酒店开好了房间，格雷塔发文字信息给了商人，他说自己已经出发，马上就要登机了。商人在酒店里等了他很久，格雷塔却一直没有出现。几个月以后，这名乌克兰的商人想起了格雷塔，他为什么没有赴约呢？他打开了格雷塔的网络频道，发现这个女孩已经半年没有更新了。他又拨打了格雷塔的手机，但是号码被注销了。这很奇怪，商人开始担心格雷塔的安全，于是他联系了莫斯科的朋友去寻找格雷塔。经过调查，他们得知格雷塔去了巴厘岛，但是出入境记录里却没有她的名字。她还在俄罗斯，只是再没有人提起她，没人找她，也没人报警，仿佛格雷塔从来没有存在过。于是商人委托自己的朋友在莫斯科报警，写下了失踪声明。不过这份失踪声明并没有得到警方的重视，因为连女孩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寻找过她，所以格雷塔的失踪又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终于，警方联系了格雷塔的母亲，询问她：“你女儿去哪儿了？”这位母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失踪了，她反问警察：“她是不是欠了钱躲起来了？”格雷塔的网络频道停更已经半年，线索也越来越少。而就在此时，格雷塔的失踪却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因为格雷塔在自己的频道里写了一篇有关普京的文章，内容是用心理学去分析他的童年，最后得出了一些引发争议的结论。而这篇文章的发布时间正好是2021年1月23日，格雷塔失踪的前不久。那么格雷塔的失踪是否与此有关呢？就在这个时候，格雷塔的朋友向警方提供了一条视频，在视频里，他边走边说：“如果我被杀了，凶手一定是德米特里·克罗文。如果我真的消失了，记住，他住在727房间。”他将这条视频发给了朋友，而他的朋友并没有当真。过了几天，朋友又收到了来自女孩的另一条消息：“我买了一张去巴厘岛的机票，以后我要去那儿生活了，再也不回来了。真不敢相信，我今天就要飞走。”随后，朋友拨打了他的电话，准备向他告别，但是他拒绝通话，也拒绝了视频，只同意用文字交流。此时的朋友突然地感觉到，回他信息的人也许根本不是他本人。那么，女孩真的去巴厘岛了吗？视频里提到的凶手又是谁呢？他的朋友说，德米特里是格雷塔的前男友，两人分手以后，他经常纠缠格雷塔。格雷塔曾多次向朋友抱怨说：“我差点被他掐死，他不是打我，而是掐我。在酒店里，在车里，几乎每天都要找我吵架。要么他没钱付房租，要么让我给他买伏特加，他精神有问题。”格雷塔失踪前居住的酒店位于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列斯纳亚大街上。警方来到酒店调查，酒店的监控已经更新了，房间的行李也被换过。不过，酒店的入住登记上有德米特里的名字。酒店的服务员说，德米特里与格雷塔住在一个房间，离开的时候却只有德米特里一个人。服务员询问格雷塔去哪儿了，德米特里说格雷塔已经提前离开了，他代替格雷塔办理了退房手续。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2个大行李箱。不过可疑的是，在德米特里走后，房间里的行李丢失了。警方检查了他们住过的房间，半年过去了，线索已经非常难以寻找。不过在床垫的下面还是发现了一滩干涸的血迹，经过化验，这些血迹正属于格雷塔。德米特里是最后一个见过格雷塔的人，他有重大嫌疑。那么他把格雷塔弄哪儿去了呢？2个行李箱里装的又是什么呢？警方追踪了德米特里，他已经从莫斯科回到了家乡利佩斯克，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德米特里的父亲是一名司机，母亲是一名护士，一家人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
在邻居的眼里，德米特里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小伙子，他们一直都非常喜欢他。当警察来到利佩斯克时，邻居们认为警察一定是搞错了。警方要求德米特里配合调查，并想搜查他父母的房子，这都被德米特里拒绝了，这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并且相信还有证据就在这个房子里。2022年2月24日，警方在格雷塔生日当天突袭了德米特里父母的家。这座房子里一切正常，没有发现属于格雷塔的物品，但是在车库里，警方找到了一个银色的旅行箱，大约50公斤重，里面装的明显不是行李。它被放在汽车的后座上，这正是服务员口中从酒店带走的那个箱子。随后，警方在现场打开了箱子，随着箱子被打开，不出所料，里面装的正是格雷塔。甚至在场的邻居们都清楚地看到他蜷缩在里面，但奇怪的是，整整1年，他的尸体并没有腐烂，就像刚刚死去一样。据德米特里说，这个箱子一直放在车库里，从来没有移动过。那么这就很不科学。活性炭和柠檬酸只有去湿臭的功能，并不能防腐。密封的塑料袋可以短暂阻隔氧气，但是会积聚湿液，加速腐烂。锡纸和胶带也只能阻隔氧气和昆虫，不具备长期防腐的功能。而格雷塔已经失踪了1年，德米特里不但没有埋掉箱子，而且他的尸体为什么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呢？真相可能远远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格雷塔·维德勒出生于1998年，生活在俄罗斯的利佩斯克。他的父亲在他出生那年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可是他的母亲是一个酒鬼，又把他丢给了外祖母抚养。这位老人的情况更糟，几乎无法维持2人的生活。他的童年在极度的贫穷中度过。在同学的眼里，格雷塔是一个神秘和任性的女孩。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她都要成功。因此，学校里的老师常常责备她，说她过于野心勃勃。而她回复老师说：“你将看到的，你将听到的，会有更多关于我的故事。”格雷塔14岁的时候交往了第一个，也是她一生里唯一一个男朋友——德米特里·克罗文。在同学眼里，他们非常般配，并且是高中毕业舞会的主角。16岁时，格雷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了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经济系。这所大学位于莫斯科，格雷塔的家里甚至连路费都不能给她支付。格雷塔努力的学习，就是想摆脱这个贫穷的家，而现在只差一笔钱了。于是有人给漂亮的格雷塔介绍了一份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做伴游。正像她曾经宣言的一样，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她都要成功。暑假结束了，她收拾好了行李。以他的话来说，他不是要去读大学，而是要去征服莫斯科。但是在大学里，同学们对他几乎没什么印象，因为格雷塔找了一份模特的工作，他需要边赚钱边读书，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2020年，格雷塔以模特的身份参加了俄罗斯年度顶级选美比赛。为了这场比赛，他每天都进行形体训练，还为自己拉来了赞助。在比赛中，成功的进入了决赛圈。虽然没有取得冠军，但是他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于是他转行成为了一名网络主播。格雷塔的男友德米特里高中毕业以后也考入了大学，但是他很快就退学了，创建了一家网络公司，并且成功的找到了投资人。此时德米特里也来到了莫斯科发展自己的事业，他想起了中学的前女友格雷塔也在这座城市，于是2人又见面了，并且住在了一起。起初，德米特里的生意非常赚钱，他不但支付了格雷塔整容的费用，还带格雷塔去国外旅行。2个年轻人过着甜蜜又奢侈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德米特里的生意急转直下，投资人撤资，公司倒闭。不过这时的格雷塔并没有离开德米特里，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给了男朋友，让他再次创业。第2次创业的德米特里不但亏光了2个人所有的钱，还欠下了银行400万卢布的债务。在2次的打击下，德米特里萎靡不振，他甚至无法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只能依靠格雷塔生活。格雷塔会定期给男朋友钱，帮他交房租和购买面包，甚至是提供伏特加和啤酒。开始的时候，德米特里会反复说，以后我赚到了钱，全部都给自己的女朋友格雷塔。但是渐渐的，德米特里发现了问题，他花了女友100多万，女友不仅不着急，而且购买了新的汽车、新的名牌包，还经常去欧洲旅行。他哪儿来的钱呢？德米特里了解自己的女友，她的家很穷，不会给她寄生活费。难道是直播赚来的吗？于是德米特里打开了女友的主页，格雷塔的频道里只有190名粉丝，谁会购买她的课程呢？德米特里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女友熟睡以后，德米特里悄悄打开了她的手机，查看了聊天记录。德米特里
发现了女友惊人的秘密，他竟然背着自己在做商务伴游。德米特里看到了那些开房记录，还有不堪入目的照片，他屏住了呼吸，心跳加速。原来格雷塔去欧洲旅行，竟然是给有钱人做伴游。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推醒了女友，向她确认自己的猜测。格雷塔从梦中惊醒，面对男友的质问，她承认自己的心理课程根本没人买，她一直在偷偷做伴游，支付两人在莫斯科的费用。现在既然这件事已经被男友发现了，她也没什么好说的。她从小就解释过了，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她都要成功。格雷塔起来收拾好行李，直接离开了出租屋，搬到了酒店，开了一个房间，两人分手了。2021年2月24日是格雷塔的生日，德米特里找到了格雷塔住的酒店，想与格雷塔复合。格雷塔起初并不想开门，但是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他只有一个人过生日。德米特里是唯一想起他的人，他想听听他要说什么。于是他打开了房门，之后房间里的事情只有德米特里知道了。德米特里说，两人在房间里喝了酒，然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格雷塔说，男友这辈子一事无成。德米特里被激怒了，他回怼女友，称她为妓女。而格雷塔冷冷地说了一句乞丐。这个词彻底点燃了德米特里的情绪，他用枕头将格雷塔按倒，因为自己喝多了，所以并不记得按了多久。之后他就在格雷塔的身边睡着了。当第二天清醒过来，格雷塔已经去世了，即使叫救护车也来不及了。昨晚发生了什么，德米特里也记不清了。德米特里在门外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与格雷塔的尸体在房间里待了3天。他用酒精麻痹自己，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为了隐瞒这件事，他买了2个行李箱、清洁剂、空气清新剂和其他的物品返回酒店。他先将格雷塔装进塑料袋，放进一个箱子里，再在塑料袋上铺满了活性炭和柠檬酸，然后用锡纸将箱子包裹严实，再用胶带密封。另一个箱子里装着有血迹的行李，然后他喷洒空气清洁剂掩盖尸臭，又清理了整个房间。不过他漏掉了床垫，这成为日后指证他的关键证据。他在酒店里住到了4月28日，在这段时间，他以格雷塔的名义用文字信息与外界联系。他卖掉了格雷塔的汽车，将格雷塔的200万卢布转到了自己的账户里，又以格雷塔的身份借了75万卢布的网贷。最后他以4万卢布的价格卖掉了格雷塔的手机。在5月初，他带着行李箱返回了家乡利佩斯克，他父母的家里。德米特里说自己依然爱着格雷塔，否则不会把行李箱带在身边1年。2022年2月24日是格雷塔的生日，德米特里想在这一天为自己的女友下葬。他将行李箱放在了汽车后座上，准备开车带出去。不过巧合的是，这天警察突袭了他父母的家，正好发现了行李箱。2023年4月，本案宣判，德米特里克罗文被判处15年监禁，并向格雷塔的母亲支付500万卢布补偿金。而德米特里的母亲虽然没有帮助儿子隐藏尸体，但是却被所在的医院开除。那么问题来了，这1年中旅行箱究竟被藏在了哪里，尸体才不会腐烂呢？他的父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这里是俄罗斯调查，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